家好，我是林哲明，来自博泉网络。然后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Mempool Bus， 就是也不是第一次推出了，对吧？跟着我们的开放平台，已经向大家推出了有一段时间了。那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我们其实是进一步的去跟我们的伙伴们有很深入的交流，包括在后续的这个使用上面也有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吧。所以现阶段我们可以先对之前的这个过去的工作业绩我们做一个回顾。目前在打点开放平台上面集成了我们的 Mempool Bus 的系统。Bus 是什么？ Bus 是一个叫做Bitcoin as a Service， 在很多人讲的这个叫 Blockchain as a Service， 对吧？但是我们认为 Blockchain 没有 Blockchain 只有 Bitcoin， 所以我们的 Bus 是 Bitcoin as a Service。它其实主要解决的问题，其实还是让我们的客户可以在不接触比特币的情况下，他们的财务账上面也都不用体现比特币的资产，对吧？然后也不用持有和这个掌握比特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区块链带来的特性，比特币区块链带来的特性并且它并不是一个像别人说的这种托管式的开发方式，其实更多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用户自主管理他们的私钥，自主管理他们的数据。OK， 所以我们现在打点平台开放平台上面的总共注册开发者已经突破了900个人，有15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在使用我们打点开放平台上面的服务，累计的这个使用用户超过了100万以上。这些都是我们打点开放平台能够为平台上的开发者能够带来的这个资源。 OK， 那么我们自己就在想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开发者去做得更好一点，对吧？这个大家在区块链上面做开发的时候，总想着说我能不能更简单，能不能更简便，然后能不能获得一些你的这个平台的支持，或者说是我能不能用好你现在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对吧？能够帮助我的项目能够发展得更快。前两天我在这个训练营的时候跟一些朋友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为什么选择来 BSV 上开发，对吧？然后有一个答案就让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典型比较有趣，就是选择 BSV 生态来开发，在上面做应用，是因为这个生态很小，这个很有潜力，对吧？我觉得这个提法就挺有趣的，因为你作为一个应用，你应该去找一个最大的市场嘛，对不对？你不能想着说，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觉得你很有潜力，所以我作为应用我可以先上来，怎么样？但其实这个道理我觉得是讲不通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刚进区块链开发的团队，你的第一选择就跟开店一样，你应该选择一个人流量最大的地方驻扎下来，而不是选择一个高精尖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小角落，然后期望着你的创业能够成功。一个很好的流量基础，庞大的开发生态，是对你的项目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当然这是有一个例外这例外就是你的项目只是一个纯粹 2VC 的项目，对吧？在 2VC 的角度，你可以说 OK， 我们选择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然后在这个市场现在看起来很小众，但是我在这个市场里面已经做到市场 No.1， 对吧？矮子里面挑高个。所以如果你作为这个风险投资的话，你看上了这个市场，你觉得这个市场不错，然后在里面再找的话，会去选择一个这个市场里面当前已经做得很好的企业。 OK， 这是 2VC 的做法。但是在商业上面这个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的，因为有大量的企业其实是在圈外虎视眈眈，对吧？他们手里拥有海量的资源，拥有强大的开发团队，还有很有经验的这个成功，就是很有丰富的成功经验。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如果觉得当前的市场有利可图，对吧？他们进来的时候，你该如何对抗，对吧？如何保住自己的领先优势？所以我的
建议啊，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更好的应用，而不是做一个区块链应用。你的应用并不因为你是个区块链应用就更好了，因为对你的目标受众的大部分人来说，他根本不知道区块链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并不能听到这一个品牌、一个 branding、一个 Bitcoin 或者 Bitcoin SV 或者区块链之类的，他就觉得你的应用非常之好，反而它会是一个阻碍，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又因为打着区块链旗号的骗子太多了。所以你挂上这个标签以后，你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人家就觉得你也是个骗子，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想好说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更好的应用，在应用层面直接击败对手，而讲的是我去找一个另辟蹊径，找一个没有人看到的小角落，慢慢发展，对吧？但是实际上你的应用并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好，那么这个事情其实对整个你自己的生意来说是一个失败的路径。所以我回头就想，那么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话 ，OK 呢，那就是去找现在的成功的企业家，对吧？跟他们说，你们把你们的应用看看怎么能够和区块链结合一下，能够给你的用户创造更大的价值嘛，对不对？那么我们的立足点是在什么地方？我从什么角度去思考，我应该用区块链为我们的客户、为我们的顾客提供什么样的价值？那么，区块链的核心就是全球唯一不可篡改真相之源的比特币账本。像上一场演讲叶林先生提到的，我们的一些应用场景下，都是用账本去解决很多信任的问题。你发现在现有的生意模式下面，在现有的产品中，有哪些存在信任问题，存在互相之间对数据、对于账本、对于交割，对吧？对于清算存在信任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引入区块链技术，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么一个全球唯一不可篡改真相之源的比特币账本，是直接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是，如果你想要引入区块链技术的方向上，并不存在信任问题，对吧？就像我们内部也经常在讨论说 ，OK， 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个看电影是吧？能够用区块链能怎么样付费或什么的？可是你转念一想，你现在你在这个电影网站上面看电影的时候，你是不是遇到了这个付了钱但是电影不给你放的情况呢？你存在信任问题吧？你在付费的时候你犹豫过吗？如果没有需求，你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思考角度，对吧？所以我坚持的看法就是，对这么一个比特币账本，一个不可更改的、具有不可篡改的性质的比特币账本，它是一定可以带来效用、带来价值的，对吧？我们的对账本的每一次使用都是一次记账。记账是来源于非常早的，我们讲复式记账法开始。复式记账法干了什么事情啊？开启了商业文明的基石啊！如果在记账上面你没有复式记账法，大家都是只是记流水账的话，非常容易出错，非常难获得这个多方的信任。那么你的公司组织、企业组织，大家的在商业上的协作就很难展开。因为你会发现，你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的代价，就可以在账目上面做手脚，对吧？那么，以前的最流行的做法就是，如果账目上容易做手脚的话，就是各家都有利益代表人在企业中进行协作，财务是我的，会计是你的，最终钱还另外一个人看着。有了更好的记账手段，那么它就可以催生出商业文明。那么这背后就带来了什么？就带来了账本的效用。可以说，账本记账它的作用
要能够明确的，或者说想得非常清楚吧，你才能够把这样的账本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对吧？才能够想着我用这些账本记账的这个能力，到底给我们的顾客带来了什么价值？那么，你的价值，你的应用的价值就是让这样记账的效用能够大于你为这个记账付出的成本。只要你记录的每一个交易实物，每一个账本的条目，它带来的效用超过了你为之付出的成本，那么这样的记账就是有利可图的。而这种记账，你不一定想着说是我一定要用区块链方式记账，对不对？我完全可以用数据库的方式，我用传统的复式记账法记账，行不行？因此，我认为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到底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应用，来更好的使用我们的比特币区块链的账本呢？你要去找到那些除了记账之外，又有额外的不可篡改的需求的这部分的场景，存在一些互信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考虑我额外付出了使用区块链技术记账的这个成本以外，我带来了怎样的额外的好处。所以这些你只有找到了这样的场景，你才会觉得说 OK， 我为了达到在复式记账法的账本上额外多的这些好处，我额外支付的那些成本是划得来的，我在这个事情上是不会亏钱的。那你说啊，我这个比如说大家举例子哈，我们要做一个互联网上的这个区块链里的微信，好，我们跟微信进行竞争。我们和微信竞争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在微信里面发消息是要付钱。OK， 那就要想清楚，你到底给用户带来了什么新增的价值，能够吸引到你的用户为此付钱。账本使用费是客观存在的，你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想着去转嫁这样的成本，但是同样一个交易事务在多个记账成员之间进行流转、验证、存储，它都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对吧？那么这部分的成本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 ？OK， 公开性、透明性和审计，不可篡改，快速和低成本进行清算和结算，可追溯的又能够有隐私保护的交易处理。这些内容都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觉得比特币账本能够为传统的数据库账本额外带来的好处。这其实很重要。我们在思考着说，我作为一个应用的时候，如果有一些特点，我觉得需要解决互信问题，需要解决审计问题，对吧？我需要解决一些这个时间戳的证明的问题，那么我就会想，我如何使用好现在的这个账本的特性，来为我的项目带来额外的价值。里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什么呢？数据上链。很多人说数据上链是什么？就是我把数据存到区块链上，对吧？可是你存到区块链上面以后，能给你的用户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呢？你要完成这样的价值，你是否一定要用把数据存到区块链上的这个方法，付出这样的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呢？用户不会为你的数据上链的这个事情买单，并不会想着说，因为你上链了，所以我就应该要付出更高的价格，对吧？我就要付钱去用你的。我还拿这个区块链微信这个说法来举例子，因为你的每一次消息你都在链上了，所以用户就愿意为这个事情买单，觉得花钱的这个特别爽。就好像以前在这个
苹果的这个 App Store 刚开放的时候，非常早，那时候就有一个应用叫做 I'm Rich， 对吧？要价$999，然后你买了以后啥事没有，就是显示上面有个大大的这个 CG 做的钻石，金光闪闪，显得你特别有钱，特别富有，对吧？能花得起$999，对吧？买一个应用 ，OK， 对吧？那个是不是说我们真正给用户 deliver 的价值取向就是你再用一个需要掏钱用的微信，然后你显得你特别有钱 ，OK。如果你的诉求并不是这样的话，那就要认真去想一想看，到底这样的做事情是为了什么，对吧？所以，数据上链这个需求，它并不是所有的数据其实都值得上链的，因为上链你使用的区块链服务，你必然带来额外的成本嘛，所以就要考虑的说，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让我的数据和区块链有一个结合，所以我们在此正式宣布哈，我们会提供多样化的数据上链方式，我们叫花式上链，对吧？对，花式上链里面有包括 UTXO 上链，对吧？这个为什么叫 UTXO 顺序上链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有很多数据，它的使用场景是要让你去明确这个数据的先后顺序。这个先后顺序对于他们的一致性处理，对于这个用户来说是有价值的。我们用比特币中的 UTXO 的特性，它自带排序，对吧？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这里面的最原始的应用是什么？其实就是比特币的记账嘛，它就是 UTXO 结构，按顺序来排，来防止你双花的。那么你有哪些场景是需要去记录这个时间顺序的，很重要。比如说，用户是不是要先买了保险再出险，对吧？好，它就很多事情它一定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你肯定在，比如说我自己还有一个公司做融资租赁的，我们做租赁行业肯定要先买受了这个租赁标的物，我才能把它出租出去，否则我出租出去的这个物权是没有。背后是没有得到保障的，它是一个无效合同，因为我没有权利租嘛，对吧？不能签这个合同，所以在很多场景下都存在顺序。当你需要去解决这个顺序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用我们的 UTXO 顺序上链。我们还支持的 MetaNet 原网上链，对吧 ？MetaNet 的结构也是，就它本质上是一个数据结构，用来表述这些数据之间的从属关联的关系。当你有哪些数据需要证明背后的从属和这个授权健全的关系的时候，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好，还有原始数据上链，它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公开性的问题。当你有一个内容，你需要向大家公众进行公示的时候，以前的做法就是登报，对吧？好，这也是一种方式的登报。你也可以哈希上链，哈希上链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的是我只要证明某一个数据的存在性，在当时已经存在了，而我不需要把这部分的内容公开出来的时候，我可以用哈希上链。它的最直接简单的应用是在什么？如果我这时候脑子里面想了一个创新的点子，我有个专利的想法，对吧？那如果说我马上去把它形成专利，去注册下来 ，OK， 我是当然拥有这部分专利的这个 IP， 但是很多想法只是创新性的点子，你要把它形成专利进行保护起来是很难的。但是如果这个想法和点子被别人注册了专利以后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用了。虽然你自己是独立的发现这个问题，你独立的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想到了该怎么做哈。那么在是否申请专利和获得保护之间就存在一个模糊地带。我要证明我在某个时间点，在你的专利公开之前，我就已经独立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么我就不受你的专利的限制，我自己可以使用专利，
我在我的自己的产品里面可以直接用。这对于很多科技企业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不是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创新点子，你都需要去申请专利、去保护、去用这个专利去牟利，对吧？但是你要用一种很低的成本去保护你的创新，而这种保护并不一定是你要让这个内容公开，就像我刚才说的原始数据上链，对吧？你并不需要公开你的做法，它很可能是一个商业秘密。第二，你更不希望别人先于你把它注册了专利，所以你完全可以用这种把你的想法的哈希保存下来，再把你想法的原文自己私密的保存下来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点。这只是一个应用场景的举例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开发者他们都能够在这些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去思考，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用了这些区块链的手段，用了你的服务，我额外付出的成本为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好处？我们还可以支持默克树上链，对吧？对于那种项目其实数据其实量非常大，但是它对于某一段时间内的数据的这个顺序要求并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它完全可以使用把每一个数据条目也使用默克树的方式进行组织，再把它们的默克根以一笔交易的方式在区块链上进行存证，来超低成本的解决问题。如果你手上有个几 TB 甚至几 PB 的数据每天要进行存证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最经济可行的解决方法。因为你要做的并不是说我要把这部分的数据永久保存，因为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你自己特别关心这个数据。我举例来说，某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内部服务的访问日志，它对于外界的人其实都意义不是很大的，对吧？但是你又想说能够审计，能够找出哪些条目有问题，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默克树上链的方式来把关键的这个日志信息分组分类来进行保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保存了整个默克树结构，你就可以很容易定位到是哪条数据出了问题。如果你只上默克根，那么你至少知道这个某一个数据，对吧？某一天的数据出了问题，它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安全审计，因为这部分的内容一旦发生无法修改。这是基于比特币刚才说的特性中的不可篡改性而提出来的。而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我们其实都不需要企业提前拥有或者接触比特币，它就可以做到。这就是通过我们的 Mempool Bus 的这个服务，企业自己掌握私钥，而不是把数据托管给我们。我们不接触原始数据，由我们的应用开发者自己去思考在什么场景下使用他们自己的 PKI 去管理他们的私钥，然后创造出合法的交易，然后把这个交易和区块链结合的这部分，按照客户的需求的程度、紧迫程度，我们进行分级的处理。那么我们的客户们将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你的共识过程是怎么样的，我该付多少费用，我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区块链的这个证明，这一切的事情包括说什么链式交易上限这个 DAS limit， 对吧？各种各样的限制，他不需要了解这个背后的问题，他只需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提交合法的比特币交易，这是一个完整的比特币交易就可以了。费用的事情是由我们来承担的。所以我们之后也会结合，对吧？门线和预言机等多种技术，对吧？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灵活的组合方式。所以数据上链并不需要真的去接触币，
但是我们又可以让它使用好公有账本，包括现在很多在做企业区块链化改造的很多联盟链、很多私有链的企业。其实联盟链和私有链等企业都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只在联盟内生效，你的信任的基础无法拓展超过联盟外，因为没有其他人对你的账本进行审计。你完全可以在自己的联盟和私有的服务器上搭建多个互相冲突的账本。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公链赋能的方式，协助这些现在在做信息化改造的这些厂商，能够更好的服务他们的客户，至少在他们的说联盟链也很安全的这个项目上能够加上注脚，对他们的使用成本其实是极低的。比如说，它可以，如果它用的是区块形式的话，它可以一个区块是吧，发一个哈希解决问题。它如果不是区块组织形式，是用 DAG 等方式的话，它也可以一段时间的这个数据快照增量做一次哈希，其实成本是非常之低的。他们在使用比特币账本的时候，用的并不是说只是提交数据或者是提交数据加签名，不是的，它完全就是像我们现在使用比特币发交易一样，构造出合法的比特币交易。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 BaaS 服务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体系，它并不是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假设哪天你的业务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再对外提供了就挂了？不会的，因为这背后是完全无信任的，并且企业可以选择其他的服务供应商，背后的基础原理非常简单。2可以自己处理这些交易，你的原先做的那些 IT 系统全部都是可以重用的。然后我们又解决了 UTXO 借用和归还的问题，对吧？无币区块链嘛，你要使用这个比特币，你肯定要有个 UTXO， 对吧？最初的这个怎么来？好，由我们出，我们可以借用 UTXO 出来。那这个就有点类似于我其实是造纸的，你在这个纸上面用什么样的方式写账本，我不太关心，我只解决我这个造出来这个纸是带了水印的，有防伪特性的印钞，就是印钞的这种纸，你愿意在上面记录你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可以直接使用。我们可以允许我们的客户使用自己搭建的 PKI， 叫做公钥基础设施，来对自己的公司钥进行管理，进而实现他们对数据的独占的访问权、独占的管理权。我们讲分布式账本技术 DELT， 它并不是一个由几个记账的成员分成很多份去掌握世界上的所有数据，它的本质其实是我们每一个这个数据库使用者，每一个参与者，每一个账本的参与者，不是数据库 ，sorry， 每个账本的参与者，他们都关注自己的数据，并且因为有了比特币区块链，使他们能够对其他人的数据进行信任。在这里，数据库是以分布式的方式存储在不同的这个利益相关人的数据库里的，它并不是在一个地方保存的。其实对于负责维护这个账本的矿工来说，你可以认为最终这些数据一定会被他们清除掉的，只要不符合对他们有经济利益驱动的，能够让他们获取到账本处理手续费，那么这些数据就是无效的，包括已经花掉的这个币的交易，包括
放在那个OP Force、OP Return 里面的这个数据，全部都是可以被裁剪的。这也是在比特币白皮书从一开始就已经明确的内容。有一章节叫 Reclaiming Disk Space， 对吧？所以开发者在想这个范式的时候，一定要去非常清晰的理解，如果这个事情它可以被矿工裁剪，如果这些数据可以被矿工裁剪，那么将来它一定会被矿工裁剪。所以你在处理数据的时候，就要以此为基础来思考。所以我的观点是，区块链它不是数据库。很多人以为区块链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write once, read many times 的这个 worm 的这个数据库哈，但其实不是的，它并不承担数据库的这些职责和功能。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现有的数据库账本具备区块链的特性。你要用现有的开发范式去思考你现有的数据组织，然后让你的关键性的数据和对于用户来说，这部分数据的不可篡改性、这部分数据的公开性等这些区块链特性很有价值的时候，让这部分的数据具备区块链特性。你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很容易能够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而不是说 OK 我做了一个付费的微信，对吧？然后特点就是大家聊天要付费。也许这些事情本不应该发生。那么除了账本之外，我们还能做哪些事情呢？是不是比特币的功能只有记账这个一个能力呢？这也是值得思考的。接下来我们有几个产品要对外进行发布啊。第一个是我们会和 Scrypt 团队进行合作，对 Scrypt 的智能合约脚本进行全面的支持。这部分的对接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可以允许我们的企业开发者以及我们的个人开发者，以我们现在打点钱包上的用户或者是企业自己的用户为目标，运用 Scrypt 的智能合约的脚本进行技术支持。具体的这部分的细节我们可以私下再沟通。本质上我们是本着服务我们的客户，本着需求去做事情的，而不是一开始设计一套完备的方案。因为场景、应用场景、商业是我考虑的第一要素。我们不是单纯的推出一个技术平台，而是想着如何用我们的技术平台去解决现在遇到的问题。你有哪些事情是需要用合约的？你额外付出了这部分的成本，带来的额外的好处是什么？相比起你自己只是用一个数据库去记录，对吧？来说，你额外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想清楚了，我们就开干，对吧？打点开放平台会协同我的 MempoBus 一起为众多的开发者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宣布一个端到端消息网络，这是一个为完全的点对点通信价值传递设计的一个通讯框架。这是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即时消息协议。每一个用户都拥有一个已知的公开的公钥，通过公钥和我们的服务商建立支付信道。这里面的支付信道不仅仅说是要用 BSV 来建立支付信道，它完全也可以用我们的 Badge 进行记账，而不是使用币。我们的用户可以不接触币，因为是否需要用户付币
这背后其实也是一个信任问题。你是不是真的需要按秒为你听的音乐付费？你是不是真的需要按分钟为你看的电影付费？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如果最终我们的目标是使用区块链账本来诚实的记账，让这个账本可审计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可能成本很低的方案就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的服务商将缓存并索引其他服务商已经建立的支付信道来建立一个路由表，在这个路由表没有命中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商可以去查询，对吧？如何可以能把这个消息传递到目标公钥那里？这事情听起来看起来就很像一个 email 服务哈。然后这里面的每一次消息传递全部都是付费的，由我们的用户向服务商的支付信道里面支付服务费用来发起请求，让服务商把这个消息转发到他的目标用户手里。服务商之间也是通过支付信道进行连接和消息传递的。好，这张图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比较清楚地展现了这个原理哈。我们当有一个消息，我们要从 A 传递到 B 的时候，中间是服务商网络，很有可能是由我们的矿工来提供的服务商网络。其实我们要做的是要做一个路由表的更新嘛，就是有几个条件。第一，每个目标和来源它肯定要连接到某一个服务商手里，对吧？你不是独自的在那儿就能收到这个信息的。但是这个服务商它不唯一，你可以和多个服务商建立联系，你可以任选服务商。如果数据源和目标不连接到同一个服务商的时候，那么很明显你就需要通过一个消息传递网络来把这个消息进行路由。所以我们一开始先由服务商和我们的用户之间建立了一个支付信道。这个支付信道一开始有一个 funding 的过程，就是服务商和用户可能都会往这个地址里面存一笔钱，对吧？往这个通道里面存一笔钱，而这个过程是在区块链上是能显示出来的。我们运用了区块链的公开账本的这一个特性，让符合这样标准协议的所有的交易都是公开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服务商都可以从区块链账本中获取到其他服务商背后连接的哪一个公钥，这个支付信道建立的这个信息。我作为服务商，我会知道，对我来说，某一个 public key 连到我的哪个 socket， 某一个 public key 连到某个 socket， 他也知道另外一个服务商，对吧？他的 public key 某个 public key 连到的是另外一个服务商，在下面都会记录下来。也就是这张表里面，它其实记录了参与这个系统的每一个公钥，每一个参与者，他在这里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通讯的？可以是本机的 socket， 也可以是非本机的，我知道是另外一个服务商的地址，另外一个服务商的公钥，我就知道可以借助它来进行消息传递。而这个更新的过程是完全靠公开的这个区块链的这个信息记录就可以完成的，以及可以通过小世界网络中的点对点的查询也可以。那么当我有一个消息要发给 B 的时候，我就先问我现在的服务商说，我现在要发给 B， 你能帮我发到吗？服务商去查自己的表，他发现在本机连接的列表里面并没有和 B 的直接联系，但是他发现在他更新的路由表里面，他知道这一个服务商可以找到 B， 因为这个账本是开放的，我们用了 DLT 嘛，对吧？
所以我就建立了一个连接，我知道当我们通过2个服务商进行跳转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消息传递到我们的目标对象那儿。它不要求双方都实时在线，因为既然我们的用户通过支付信道的方式和服务商建立了联系，那么他为了拿走钱，他怎么地都会再上来取一下这个钱嘛，来关闭这个通道嘛，这也是一个经济激励。所以我们可以和 Paymail 可以很好的整合，并且我们这个是类似于 email 服务的这个联盟的形式，非许可方式都可以参与。使用了网络的这个互联互通来创造的额外的网络效应进行激励，来促使它成为一个小世界网络。里面的每一项服务都不是免费的，都可以附带有价值的传递，并且它最大化的利用了原有的宽工网络的带宽和连通性的激励。好，这里我就省略掉关于背后的这个经济激励的一些问题，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跟我私下里进行讨论。OK， 好，关于刚才说的这个 Script 的支持和我们的这个点对点的消息网络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还有我在这儿长话短说，借用这么个机会来宣布我们的 .id 去中心化身份协议。其实这事儿很简单，没那么难。但是你要让一个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协议尽可能的和币脱离关系，才有可能触及到广大的这种叫大众群体，叫 mass audience， 对吧？那为了达到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下了一点功夫的。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DID 这个叫 Decentralized Identifier， 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己去声明的一串标识符，它是具备唯一性的这个特性，因为它是一个标识符嘛，在命名空间下面它是必须具备唯一性的唯一。那么这不需要一个权威机构来进行颁发，它和传统的互联网的 ID 不一样。比如说你使用微信登录，对吧？微信给你分配一个 ID， 这个都是由微信进行维护的，你也很难对这个 ID 进行自我管理和这个迁移的操作。哪天你的这个信息要是不安全了、泄露了，你也很难自主的对这个身份进行注销或者是删除或者是暂停等操作。那么就有一个叫 DID 的这个协议这个 DID 的协议是一个 W3C 的一个标准草案，符合 DID 的这个方式的应用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互认对方的这个身份。它的 DID 的标识服务是最终会被解析为一个叫 DID document 的一个文档，这里面就包括了以下几个内容，包括了这个识别码、公钥的详细信息，对吧？公钥有多少公钥、公钥列表详细信息，然后背后的这个什么持有者用什么方式加密的，然后密钥的当前的状态是否可用等等，还有这个 DID 持有者有选择性进行披露的这个其他属性。比如说我们有些游戏是这个18岁以上才能玩的18禁游戏，对吧？你想玩这个事儿的时候，想玩游戏的时候，那个运营商会不会要求你说你要提供你的身份证来验证你的这个身份信息？那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服务商一不小心把你的身份信息给泄露了，那么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你的姓名，对吧？出生日期等等等等信息、私密信息就会泄露出来。那要玩这样的游戏，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只要证明我满18岁就行了嘛，对不对？因此，你完全可以使用一个被证明已经满了18岁的这个 DID 来作为标识符使用这个游戏。那它就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不用泄露更多的信息，我甚至都不用告诉你我的出生的日期，只要我满18岁就可以嘛。而这个满18岁的这个事情是由去中心化的不同的认证机构进行独立的验证的。你是可以知道是谁颁发的这个认证，对吧？如果说真的要追责的话，是可以找回来的。背后就是一众的 CA 机构，受国家法律保护。在 DID document 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 VC。我这写错了，是 Verifiable Credentials， 它是由这个我们的 CA 机构签发的，可以用来对用户的某个属性进行证明的一个凭证。这个凭证是可以进行独立的验证的。这背后就是由用户，你看，我可以有一个叫做身份，它可能是个这个学号，对吧？我凭着这个身份在学校里面念书，在学校里面我只用我的学号，比如说我的学号是21041048，我现在还记得。那么凭着这个学号，它可以有一个可验证的一个凭据，是和这个学号相关联的。它只是对这个学号颁发的，而不是针对我的其他身份颁发的。我一个学号下面可能会有学位证，可能会有学校的饭卡，对吧？各种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和我这个身份相关联的。当我的身份不再有效，比如说我不再是学生的时候，我这个身份可能就会被注销。这样的话，我身份下面的那些验证凭据将会失去验证的效力。比如说，我去向苹果证明我是一个学生身份，我要去买它的学生折扣机，对吧？那在这个时候，商户是可以非常容易的去验证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在校学生，而不会泄露我的额外的其他信息。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的所有的可验证凭据全部都是私密的，由用户自主提供。我在需要证明的时候，我才把我的内容拿出来。我只要足够证明我当前的身份是有效的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给你更多的信息。所以和传统的标识体系比较， DID 拥有一、数据自主存储的特性啊；二、标识是自生成、自分配、自管理，背后由加密算法进行背书，而不是由权威机构告诉你这个人是或者不是。背后是没有数据泄露的风险的，因为你的这些内容全部都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由每个用户使用了 DLT 的特性独自的进行保存。好，方案是什么？我们将使用 TXID 作为 DID 的标识符，比如刚才的这一串就是我们的去中心化 DID 的这个标识符，包括前面的 DID Scheme 是遵循 W3C DID 规范的一个固定前缀，后面是 DID Method， 指的是用的 dot ID 的这个方法来对后面的 specific string 唯一标识符进行处理。为什么我们要有 TXID 啊？是因为这个 TXID 拥有这些特性啊，唯一不可改，溯源方便，并且 TXID 背后可以直接关联到 UTXO， 我们可以使用 UTXO 的状态来快速的确定当前的 DID 是否是有效的，是否已经被注销了，而不需要通过额外的复杂的这个信息服务商来进行提供。我们提供的是只要使用2个基础的 API， 一个是 get raw transaction，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由我们以后会提供的 get UTXO status 来获取 UTXO 状态。
获取 DID 身份的这个文档的成本是极低的。别人的方案是使用的 public key 的方式来做，它会带来更高的这个索引的成本和传递这个 DID document 的这个开销。你每次在使用的时候，你要把 DID document 原封不动的再重新进行一次传递，并且对其他人来说，他也未必知道这是一个最新版本的。所以，经过权衡，我们觉得用 TXID 来做这个 DID 的标识符会更好。我们一样可以使用更灵活的数据上链方式，尽可能不碰用户的隐私信息。所以这一系列的相关操作其实都是由用户在自己本地，在服务商本地进行完成的。同样的 VC 可以关联无穷的 DID， 对吧？你有一份这个学生证，你学生证其实证明你是学生身份嘛，你可以拥有无数个学生身份。当你在学校食堂、澡堂，对吧？这个图书馆去使用的时候，你都可以分别使用不同的身份进入，但是这些都是你的合法的一个身份的表示。上列的公开信息只是用来数据摘要和匹配用户的公钥进行授权健全，用来验证文件的合法性，并且我们使用了 UTXO 来对证书吊销的及时检验提供支持。我们认为，只有支持点对点模型的才是好协议。我们通过了对比特币基础架构的深入的重用，降低了成本。在这里并没有一个中心服务商，并且使用点对点传递隐私信息的方式，保护了用户的隐私。仅仅让用户在使用服务的时候，仅提供必要的隐私信息，来最小化隐私泄露的风险。在这里面，我们不需要用户使用币，用 BUS 方式嘛，我这个就不详细的展开来说了。下面看一下创建的这个流程。本质上背后是 CA 的机制，我们将协同国内的几家著名的 CA 供应商，来为我们的开发者提供 CA 认证的这个服务。相关的用户的注册的隐私信息是由 CA 供应商直接搜集采集的，中途包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验证的时候签出来的这个 DID 信息也是直接提交给验证者，由验证者进行独立验证和认可的。所以作为验证者用户来讲，我相信大部分开发者都是验证者嘛，都是用户。那么他们如何去验证这个 DID document 是有效的呢？就是第一，它需要从区块链数据上去获取信息，对吧？你拿到一个提取 ID 的时候，你可以去调用这个 get raw transaction 的方式，把这个 transaction ID 背后代表的交易的原始数据读出来，然后验证其签名和 UTXO 的状态来确定它有效。好，这事就做完了。这就是一个合格有效的一个身份，并且他们可以确定这个身份并没有被用户所叫做注销。大改脚本的示例，它长得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只是个示例，并不是真实我们上线的样子。最核心的就是下面使用的这个 DID document push 进去以后，再把它 drop 的这个操作。同时，我们又能够允许用户使用他自己的私钥进行 revoke， 把这个 UTXO 划掉，或者是由服务商对这个 DID 来划掉它，来 revoke 它。这是包括说用户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私钥如果丢失的话，就将没法控制了，对吧？我们依然还可以使用这个CA 的机制来处理它。VC 的验证跟刚才的做法也是非常类似的。
验证 VC 2步。第一，验证 VC 和 DID 的这个关联关系，你是只需要获得了用户传递给你的 VC， 把它解析出来以后，就能够看到它里面是否包含有关联的这个 DID 信息，然后对签名进行验证就完事了。举个例子，我们之后要提供的一个服务就是公钥和手机号的绑定的关联关系。我们将由用户提交 DID 信息到 CA， 然后验证用户的这个信息生成了一个 VC 返回。这时候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用户他的这个 DID 和这个用户他持有的某一个手机号在当时是有一个有效的关联的。这时候这个 VC 是生成了一个包含 VC 哈希的这个零手续费的交易，提交 VC， 验证者使用 VC 的这个公钥去验证签名，就在 7.3 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由 BaaS 服务来上链。用户在使用的时候，他只需要提交他的 VC 和 DID 给验证者，验证者验证没问题，返回验证结果，对吧？这个时候根据这个结果就可以进行手机号的这个转账啊、发即时消息啊之类的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么几个特性服务商去中心化，由机构来验证 DID 的真伪，并且签发 VC。任何一个用户参与者都可以验证 DID 和 VC 的真实性。有人说这个，你做的这个东西跟 Meta ID 是不是有冲突呀？对吧 ？Meta ID 是一个关于用户身份的二层协议嘛，使用的是 MetaNet 的结构来保存用户所属相关的这个数据，使用了 info 节点来存储用户基本的信息，对吧？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有了 DOT ID 以后就不要 Meta ID 了？或者是因为有了 Meta ID， 所以 DOT ID 就不需要了？不是的，对吧？小孩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我们其实真正解决的跟 Meta ID 不是一类的问题，我们其实是解决一个真实身份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只需要使用 Meta ID root 节点的 TXID 作为用户的 DID 身份标识符，对这个协议稍加改动，就可以直接让用户真正的拥有他的数据，因为这是用户拥有他的数据，而不是私钥拥有他的数据。用户背后都是真实身份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迎合监管，使用用户账号与现实身份进行绑定，使这个 Meta ID 身份具备法律效力，保护用户隐私的同时，也防止用户滥用区块链的匿名性，避免用户通过区块链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这是我们的 roadmap。下个月的时候完成协议初稿，我们的初稿是目前是没有定的，没有可公开的版本，但是我们邀请对这个方案有兴趣的各方都可以参与进来，和我们共同的完成这个协议初稿的设计，并且以一个 DID 草案的方式在业界进行推广。在协议确定的同时，我们将有一个概念验证的过程，对吧？同时完成一个概念验证，来把我们原有在打点钱包内的邮件和手机进行 VC 的签发。在6月的时候，需要和现有的数据服务身份信息尝试进行打通，这是在前面的概念验证完成的情况下，和愿意参与的合作伙伴一同完成的。8月我们将接入国内的合规的 VC 和国际上的合规的 CA， 来对比如说有 CFCA、公安部1所等权威的身份认证机构为企业进入铺路。在2021年 Q2 的时候，我们Q3 将完成第一个商业集成案例。好，
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